熊历险记》出发。布鲁克是一只住在森林边缘的小熊，性格活泼好奇，但一直没机会自己去探索森林。每当听到妈妈讲起森林里的故事，他的眼睛总是闪闪发亮。那片深邃的森林里似乎藏着无数秘密和神奇动物。布鲁克每天晚上都会梦见自己踏入森林，开始一场伟大的冒险。这天清晨，阳光透过叶片，在森林间洒下一片金黄色的光晕。布鲁克静静地站在家门口，心里早已充满了对冒险的渴望。他轻轻地向妈妈告别：“妈妈，我想去森林里探险。”妈妈温柔地看住布鲁克，叮嘱道：“小心些，布鲁克，别走得太远。森林里有很多奇妙的事物，但也有许多未知的挑战，记得要保护自己。”布鲁克用力点点头：“我会的，妈妈。”他带着一些野莓和蜂蜜出发了。一路上，布鲁克的心情就像他的步伐一样轻快。布鲁克走了一会儿，穿过一片开满小花的空地，忽然听到头顶传来轻轻的沙沙声。他抬头一看，一只小松鼠正灵活地在树枝间跳跃住。那松鼠耳朵上有一撮毛，尾巴毛茸茸的，显得活泼极了。小松鼠发现有人在看它，便好奇地停下来，用锐利的小眼睛注视着布鲁克。尖细的声音响起：“你是谁呀？没见过你呢。”布鲁克抬起头，有些害羞地说：“我是布鲁克，我今天第一次来到这里，想看看森林里有什么新奇的东西。”小松鼠跳到低一点的树枝上，显得更加兴奋：“我是琪琪，住在这里的松鼠王国呢。我可是这里的小探险家，你要不要我带你看看我的宝藏？”布鲁克眨眨眼睛，好奇地问：“什么宝藏？我可从来没见过什么宝藏呢。”琪琪得意地摇摇尾巴：“跟我来，保证让你惊喜。”琪琪带着布鲁克穿过树林，最后停在一棵老树前。这棵树干粗壮，上面覆满了苔藓，底部有一个隐藏的洞口。琪琪站在洞口前得意地说：“这里就是我的秘密藏宝地，里面有我辛苦收集来的各种松果，还有一些森林里的珍奇果实。”布鲁克惊讶地探头往里看，洞里果然堆满了金黄色的松果，还有一些奇形怪状的果实，看起来又香又甜。布鲁克忍不住赞叹道：“哇，这么多的松果和果实，真是太棒了！你是怎么找到这么多的？”琪琪耸了耸肩，自豪地说：“我可是有名的采果专家，而且这些是我和朋友们一起找到的。我们总是一起收集，然后存到这里，大家都可以来拿。”布鲁克感动地说：“你愿意和大家分享吗？”琪琪点点头：“当然了，森林里的好东西就是要分享吗？独自拥有再多的松果也不快乐，与朋友一起分享，大家一起开心才是最重要的。”布鲁克听了琪琪的话，心里有些激动。他以前只是跟妈妈在家里吃东西，从未想过可以这样与朋友分享。他感激地对琪琪说：“谢谢你，琪琪，我会记住你的话，以后也会和朋友们一起分享。”正当他们在洞口边聊得开心时，忽然听到一阵细微的响动。布鲁克和琪琪同时抬头，发现远处有一只小刺猬正在草丛里挣扎。小刺猬看起来有些害怕，似乎不小心被卡在了一些藤蔓里，动弹不得。布鲁克立刻对琪琪说：“我们去帮帮他吧。”琪琪点点头，两人迅速跑到小刺猬身边。布鲁克轻轻地对小刺猬说：“别害怕，我们会帮助你的。”小刺猬睁大了眼睛，焦急地说：“我不小心被缠住了，动不了了。谢谢你们来帮我。”布鲁克小心地用爪子轻轻拨开缠住小刺猬的藤蔓，而琪琪在旁边出主意，帮助布鲁克找到缠得最紧的地方。
一点一点地，藤蔓终于被解开了，小刺猬终于得救了，感激地对布鲁克和琪琪说：“谢谢你们，我刚刚真的好害怕。”布鲁克温柔地说：“没事的，我们是朋友吗？朋友之间就该互相帮助。”琪琪在一旁也笑着说：“是啊，朋友就是要在困难的时候互相帮忙，这样大家才能一起度过每个冒险的时刻。”随着太阳慢慢往山后沉去，天空开始被染上橘红色的霞光。布鲁克突然意识到自己似乎走得有点远了，他抬头望住即将变暗的天空，有些担心地说：“我该回家了，不然妈妈会担心的。”琪琪也看了看天空，点点头说：“我送你回去吧，天黑了，森林里可不太安全。”于是布鲁克和琪琪一起踏上了回家的路。一路上，琪琪给布鲁克讲着森林里各种趣事，还介绍了许多布鲁克没见过的植物和小动物。布鲁克听得入神，越来越觉得这趟冒险充满了乐趣和收获。不一会儿，他们终于回到了布鲁克家附近的树丛边。布鲁克向琪琪挥手道别，感激地说：“琪琪，谢谢你今天带我探险，我学到了很多，也认识了你这么好的朋友。”琪琪笑着挥挥手：“别客气，下次还可以来找我玩哦。森林里还有好多秘密没告诉你呢。”布鲁克开心地点头：“好，下次我一定会再来的。”回到家后，布鲁克迫不及待地向妈妈分享了今天的冒险。妈妈耐心地听着，微笑着摸了摸他的头：“布鲁克，今天你学会了勇敢，交到了新朋友，也懂得了分享，这些都是冒险的收获。只要谨慎和小心，森林会是你成长的最好地方。”布鲁克微笑着点点头，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。他明白，冒险并不是仅仅为了看到新奇的景色，而是让自己变得更加勇敢，懂得珍惜朋友，懂得分享，这才是最珍贵的收获。